看不透，看不透，抗头抗病，对不起，什么猫？弗洛伊德的猫，那个薛丁格的猫，薛丁格。记得订阅小铃铛，想要知道更多资讯，一定要订阅哦。最近立哲在追一部剧，我觉得超级好看，在公视还有好多平台上面都有播的《不够善良的我们》。我们今天很开心能够找到伟宁。其实这个剧组的所有的演员都非常的忙，然后2大女主角呢，一位是伟宁，一位是依晨，应该让你自己大概讲一下。导演当时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其实有点靠近我们现在的社群媒体，就是大家都会很想要把自己包装的，就是希望大家看到你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你想要成为那个样子，所以你会不停的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面塑造一个形象。我跟依晨在里面刚好有一些情感的纠葛，有一些情感的关系，所以我们都会常常的，就是偷偷的去看对方，想知道对方过得好不好。不要说女生，我觉得男生也会，就是你的生命中你会有一些假想敌，然后你有假想敌，你其实就会在生活上面更有动力。看过1、2集的朋友们一定都知道，就是你跟依晨一开始有好多撞衫，然后你们又同日同月生，对，这出剧里面有超多金句的，包括有一句就是巧合其实是上帝的，就是怎么讲呢？但可能大家都看到的那一句，我们以为我们正在追求快乐，但其实我们真正热爱的很可能是痛苦。我觉得这句话也是蛮让人当头棒喝，然后甚至在里面你也有讲到一句，就是情爱前面的善良究竟是成全还是畏惧？你怎么解读这3个金句？其实我觉得追求快乐还是追求痛苦，其实这2个合在一起就是痛苦。对，就是其实我们人生中就是有痛有快乐，我们的情绪常常对我来讲，它就是一体两面的。譬如说，人家不是喜极而泣，不怒反笑，然后我觉得它都是一个好像是反义词，可是它们却是可以调和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它其实是蛮并存的。以 Rebecca 的角色来讲的话，她是比较畏惧的。其实我们当时在塑造这个角色的时候，她是比较自卑的，缺乏自信心。然后她其实，在不管面对任何的情感，她都是很别扭的。我觉得这个个性应该跟伟宁本人很不一样吧，因为他从头到尾几乎在剧里面都是臭脸人。你觉得你来诠释这个角色有没有办法融入的地方？行为举止，其实我当时花了一段时间适应，因为你们看到前面就是 Rebecca 是长发嘛，然后还有是烟熏妆，然后当时就是导演要求是那个头发啊，还有发型师就是都把头发往前吹，所以呢，我在里面就是很常会有这种就是头发都是遮住眼睛的。然后导演就要求说你不要，我们下意识都会拨开嘛，但是拨开就很不 Rebecca， 你知道吗？所以导演很长的时候就是讲话 ，Rebecca 就是看人都是隔着发丝的，那个台语叫什么？看头套看饼。看不透，看不透，抗头抗病，对，对不起，我刚刚是讲的，大家都听不懂我在骂人的。对，他想要他一直是这种感觉，然后当他开始有一些不知所措，身体就会先开始别扭了。所以就是光这2样，其实在前面的时候是花了一点时间去习惯这样子的动作。因为我知道，其实徐伟宁从以前到现在，你一直就是非常的想要争取不同的角色，就希望有更多的突破。所以我觉得光是这个好胜心这一点，感觉是跟 Rebecca 像的，对，是像的。就是如果 Rebecca 爱情不算的话，我觉得她其实在工作上面她是很坚信，就是一步一脚印的，因为 Rebecca 就是一个很有肩膀，然后很愿意负责。这是不是跟你一样，坚持要剪头发原因，负责到底？对啊，而且听说还是要坚持越剪越短。对，因为当时短发的时候，导演就已经说他觉得这样够了，但是因为我觉得以心境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还要再短一些。那导演是说，哦，简短当然好啊，只是他是怕他很贴心的担心我下一个工作会不会没有办法衔接。你有曾经纠结吗？我其实没有纠结，但我在剪的当下，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点发抖。真的？为什么？因为我自己有剪一出，还是你怕导演剪到你？没有，因为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你好像没有没留过这么有短头发，留过这么，我只有小学3年级的时候有剪过这么短。为什么？这是你自愿的吗？也不是，是因为我以前因为我有自然卷，然后我妈帮我绑头发之后，我就进去房间里面看，我想说。我就觉得我妈在帮我绑什么，因为我头发都很毛，然后我就开始拿水，就开始想要把那个毛的地方就贴起来，就贴一下之后它又卷了，然后我就拿剪刀把我自然卷出来的部分全部剪掉，然后我就很开心，我想说天哪，我看不到自然卷了耶！结果我阿姨一进房间说，为什么地上有一球一球就是小球的发的那种卷卷的，然后我妈就这样，你把水泥找过来，然后我一过来我就这样。我妈就大声先揍我一顿，之后就把我头发剪成马桶盖。对，然后所以这真的是长大以后才有第2次这么短的头发。对，那其实这部片里面有讲到量子力学的爱情，导演当时在写 Rebecca 跟依晨的角色，其实他们就是某一种量子力学。你怎么去解读这件事？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玩就是包括里面有一句台词是我的潜意识不让你来的，然后去到了那个没有你的宇宙。它有很多，不管说是量子的力学，或者是宇宙的概念，就是平行时空啊、平行宇宙啊，或者是那个弗洛伊德的猫，那个薛丁格的猫，薛丁格，你自己有养吗？我自己有养猫，薛丁格的猫。前期在读本的时候，导演也是会跟我们分享，光从那个细洞里面出来，它其实是自己会自动感应运行，它并不是同样的什么光波之类的。跟依晨的这种量子纠缠啊，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吸引力法则你人生中有遇到这样子的角色吗？当然有啊，一个就是我非常好的高中同学。我们都是抽签抽座位，可是超级诡异。我们每次座位都是抽在一起，就永远就是抽在一起。然后他买了什么东西，我们都不会跟对方说，但是没多久之后我也会拥有。那你们爱上同一个男人吗？哦，这个倒没有，对，这个倒没有，因为我们两个菜太不同了。我们刚刚讲就平行宇宙的概念，如果你今天没有从事演员，你有没有想过你现在会在做什么？不知道，跟小朋友相关的吧。对，我可能是，也许是幼稚园老师。你很喜欢的，对，我很喜欢，我有想过。其实我觉得另外一个平行时空，我也有可能是不知道护理人员或者什么，但是真的你是对这些有兴趣，有兴趣对照顾人的工作，对。然后以量子力学理论，就是最后你还是会被星探发掘，又变演员这样，是这样子吗？之类的，或者是照顾小孩，就是照顾到就是拿保姆奖什么。保姆界就靠你了，保姆界之类的吧。但剧里面还有一个讲说，就是如果人生想要提早退休的话，我们至少要存到1800万。你有去做过这样的人生规划吗？我要不就完全的非常保守的不动它，然后要不就是我会让我妈妈去分配她需要的，就基本上全部给妈妈的。她会花太快，我可能就100的给，成立一个基金。100对。那我们最后请伟宁跟观众朋友推荐一下《不够善良的我们》，你觉得收看这部剧能够得到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不管是你在哪一个角色里面，当然它虽然讲的是2个女生的故事，但是它其实背后包括另外一半与家人的关系、跟朋友的关系、职场的关系，还有竞争对手的关系。在这些的关系里面，我们都回归到只要是跟人，我们就有处理不完的问题。然后还有更多的是你要怎么样子在这些复杂的关系中把自己有力量的拉起来。我们不要说自己真的很善良，我觉得不够善良是我们其实的出发点是好的，我们出发点还是很善良的。不够善良的我们，大家都不够善良，看不够善良，我们就可以去补强这件事，就可以够善良。然后我感觉好像在绕口令。哦，会。对啊。而且我是坏女人啊，这样你还想跟我谈恋爱吗？真的不是个好情妇。而瑞斯跟他老婆感情很好，他不会离婚的。Hello， 好选择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伟宁。不够善良的我们，在4月6号即将跟大家见面了。以上公共电视 MyVideo、爱奇艺、8大戏剧台、View 跟 Astro 都能看到哦。
记得订阅小铃铛，想要知道更多资讯，一定要订阅哦。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随时上架。我们下回再见。